这里就是天下第一关雁门关，这里也是霍去病、魏晋曾经北上抗击匈奴的地方。2000多年来，这里更是杨家将镇守的边关要塞。《天龙八部》里面乔峰当年跳崖的地方也是在这里。为什么雁门关能够在古代让匈奴久攻不破？里面的防御系统到底先进到什么程度？很多人都不知道雁门关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今天阿波就带大家走进雁门关，去看一看这中华第一关。走吧，这里就是进入雁门关的第一道关卡——明月楼。基本上在所有的关隘当中呀，都会有明月楼。古人讲究呢，望明月而思故乡。明月楼代表的也是边疆战士对家乡的思念。没有国，哪来的家呢？所以他们愿意用生命来守卫边关。远处的长城看到没有？那里呢就是雁门关了。有些人可能会问呀，这两边的古建筑是干嘛的？这个叫边帽街，是以前镇守雁门关的将领的后人居住的地方。最早呢，大概有好几百户人，目前呢只剩下将近7户。虽然人比较少，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忘记镇守雁门边关。在边帽街的对面呢，有一口泉，叫做趵突泉，跟济南的那个趵突泉可不一样。这个是雁门关流出的泉水，几百上千年来啊，这都是雁门关的将领饮水的重要的水源的所在地。这个呢，就是进入雁门关的城门，易守难攻。一旦你贸然进去啊，就会被瓮中捉鳖。你以为呢，攻破了这道城门，以为是攻城成功了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冲进来之后呢，它会有个斜坡。从这个斜坡上去之后，你会看到前面还有一道城门，但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，就是我们古代战争当中所说的瓮城。你看看上面的城墙，如果上面的士兵从那里万箭齐发，你在瓮城之中，那是插翅难逃。这个呢，就是古代攻城时候使用的冲撞车。即使呢用这个冲撞车啊冲破城门之后，那么守军呢还会用这边的刀车去巩固城门的缺口。所以雁门关一直以来呢都是易守难攻。那这边呢还有一道城门叫做地利门，但是城门上的3个字啊，保证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。据说呢它是武则天当时呀发明的字。即使你冲破了那道地利门也没关系，一般的士兵呢冲进来之后啊，都会沿着这个斜坡往上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看到前面呢还有一道城门，以为再冲破那道城门呀，就是能够拿下雁门关了。其实那边呢是个巨大的陷阱，因为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水库，只要你打开前面的城门，水库里的水啊就会哗啦啦源源不断的迅速往下流，流到这个区域，把冲上来的士兵呢又全部给冲下去。到这个低洼区之后，就会被大水覆盖，全军覆没。是不是非常佩服古人的防御系统？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雁门关能够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我身后这个门呢叫天显门，天显门的天字呀，90%的人可能都不认识，这是当年武则天发明的字。很多看起来像小草的草是吧？但是在古代，只要过了天显门，就等于进入到雁门关了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雁门关，边上这个祠堂呢，就是当年镇守雁门关的杨家将们都在里头，带你们去看一看。这里就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满门忠烈杨家将，叫忠武堂。中间这位呢就是杨业，在杨业的左手边呀是1357郎，右手边呢分别呀是2468郎。杨家呀不仅男人勇敢，就连女人也个个都是豪杰。让我们为杨家将点个赞。这位呢就是北宋名将潘美。那么为什么所有杨家的照相都是坐着，他却是站着呢？因为当年呀潘美在跟辽国的战争当中呀，导致杨家将全军覆没，后来被削至3等。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形象，所以为他立了一尊塑像，但是又出于民间的形象，所以呢就孤立了他。别人呢都是坐着，但是他却是在这边站着。正义的那句话呀，千功都不抵一过。雁门关是以前出塞的重要通道，所以很多出塞的人呢，在抵达雁门关的时候，都会在这里呢进行休息啊，跟中转。那么曾经呢，像王昭君，还有东魏的兰陵公主，都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休息过。雁门关为何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雁门关北边呀是漠北，南边是中原，东边是华北平原，西边过了呢就是太原。过了太原啊，就是13朝古都的西安。
所以守住雁门关就是守住了中原，失去雁门关则失天下矣。你再看看这条路，它就是当时通往雁门关最重要的一条高速公路。你看看这深深的车辙印子，可想而知，当时在这里的商队是多么的频繁，也可想而知这条路是多么的重要。萧峰跳崖处，据说当年萧峰就是从这里跳下来的。那这个山有多高呢？来带你看一看，就是上面这个山头，其实也不是很高。按照萧峰的这个武功来说的话，跳下来我估计应该没什么大碍。所以据传说呢，萧峰跳下来之后被一个放羊的人给救了。你知道这个放羊的人到底是谁吗？评论区告诉阿波。不来到雁门关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不来到雁门关，你不知道杨家将领之忠烈。关注阿波，马上现场直播雁门关。